婚后3年，齐洛的白月光回来了。睡前，我错拿了他的手机，结果看到了一条信息：我们的宝宝踢我了，今天你能陪着我们，他一定很开心。短短2行字，让我整个人浑身发冷。今天白天我抑郁症犯的时候，情绪低落到抱头痛哭，给齐洛打了10几个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我忍着难受，给朋友打了求助电话，才带着我去了医院。原来他今天是陪着他的白月光产检去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齐洛洗完澡出来，一如既往地对我亲昵，他上床搂着我的身体，才想起白天我给他打去的那10几通电话。你今天是出什么事了吗？怎么给我打了那么多通电话？我又犯病了，头晕眼花耳鸣，忽然感觉活着没有意义。齐洛皱着眉看着我，眼里满是担忧。你是我的病人，我清楚你的病情，你的抑郁症已经好了很多，应该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的。随即他打开手机，打算查看我最近一次的病情报告，却看到了页面显示的那条短信。这时他才发现手机的位置不对。你看了我的手机是吗？他的语气里满是不满和指责，态度瞬间冷了下来。所以纪念是谁？此时的齐洛烦躁地将手机扔在床上，气氛越来越紧张。跟你没关系，你不需要知道他是谁，早点休息吧，明天我帮你做检查。我的眼眶微红，看着齐洛背对着我躺在床上。怎么会跟我没关系？齐洛，你和别人有了孩子，你不需要跟我解释一下吗？齐洛坐起身，紧皱着眉看着我，像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样，无奈叹了一口气。那晚我和纪念都喝醉了，真的是一次意外。我没想到她会怀孕，我会让她把孩子打掉的。难以言说的心痛充斥着我的身体，我流着泪看着曾经这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那产检呢？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为什么要陪着他去产检？齐洛低下头，终于说出了他内心最真实的话。虽然纪念是我的初恋，但是我如今有了你，断不会和他再有可能了。可你的身体先天性心脏病是不能生孩子的，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商量什么？商量让纪念生下孩子，然后我看着你们一家3口在我面前招摇过市吗？齐洛一脸不耐烦地站起身，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我和纪念没有可能了。算了，你现在太激动了，等好好冷静下来，我们再谈这件事。你要去哪儿？看着齐洛抱着自己的被子和枕头就要离开，我有些崩溃地哭出了声。我想我们需要冷静一下，我去别的房间睡。说完，他便没理会我的情绪，直接离开了。而我由于情绪太过激动，心脏隐隐作痛，急忙吃了一颗药，然后躺在床上缓和自己的心情。或许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回想起当初齐洛带我第一次见他朋友时，在聚会上，他的朋友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其中一个和他是发小，在见到我时满眼的不可思议，简直太像了。当时的我听到这句话一头雾水，直到其中一个女孩在齐洛离开座位时对我不友好的讽刺，不要以为有几分长得像就想代替念念，你也就只是个替身而已。面对齐洛朋友的不友好，我疑惑地问他们念念是谁。谁知这个时候齐洛回来了，警告般地看着他的一众好友。后来我问过齐洛念念是谁，他回答我是小时候的朋友。当时的我大概猜到了纪念和齐洛的关系，只不过我没想到我会是纪念的替代品。第二天一大早，齐洛说要带我去检查，他没有再提起昨晚的事，和平常一样。可我做不到，
当初齐洛是我的主治医师，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又因从小怯懦自卑，有了严重的抑郁症。那个时候，齐洛就像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一束光，他处处照顾着我的情绪，无微不至地呵护我。我们谁也没有表白，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他说我是坠落在人间的折翼天使，需要捧在手心里。而刚开始的那几年，他确实做到了，我的抑郁症好了很多。而此时的齐洛见我站着不动，皱着眉看着我，不要闹脾气，我不希望你用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和我赌气，你知道的，我最讨厌这样。说完，一通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在他接完电话后，破天荒地跟我道歉：青青，对不起，我突然有点急事要处理，检查明天再去，你先在家休息。在齐洛离开家之后不到5分钟，门铃响了，我以为是齐洛忘记带什么东西，可刚打开门，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出现在我眼前。她看到我时惊叹不已，随即摘下眼镜。今天见到你，我才承认我们两个确实很像。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纪念。我们有着同样的长发，穿着同一种风格的裙子和外套。出于礼貌，我让她进了屋内。我没想到我们的穿衣风格都这么像，甚至你和我一样都有抑郁症。我低着头，心里不知该难受还是该痛恨，因为我的穿衣风格以前根本不是这样的。和齐洛在一起之后，他喜欢给我买衣服，我说我不喜欢这类型的衣服，可他却说和我的气质很像，他很喜欢。我那么爱他，甚至将他的爱当成了我活下去的养分。从那以后，我的着装风格变成了齐洛喜欢的样子。见我没说话，纪念笑了一声，他看着这套房子里的陈设布置，像个女主人一样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这个家里的装修风格是洛可可风，是我很喜欢的一种风格。你喜欢吗？这次我确定纪念是来挑衅我的。我捏着双手，鼻头微酸，强撑着难过，笑着回答他：喜欢呐。我说我喜欢这样的风格，齐洛才为了我装成这样的。纪念的眼神像看小丑演戏一样。我有些生气，你今天来找我到底要做什么？我怀孕了，是阿洛的孩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他并不喜欢你，之所以和你在一起，只不过是他太想我，把你当成了替身。纪念一字一句毫不留情地说着。我强撑着有些发抖的身体，手中抓着旁边的毛毯。所以你说这些是要做什么？我想让你离开他，你知道的，阿洛这个人太心软，他开不了口，所以这种当坏人的事情我来替他做。是他让你来的吗？纪念一阵沉默，摇了摇头，没有。那你凭什么让我离开他？你是以什么身份坐在这里？我才是齐洛的妻子。你知道刚刚是谁打电话给阿洛的吗？是我。我说我脚扭伤了，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就直接撇下你不管了。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由于情绪太过激动，我的身体再次出现了不适。我捂着胸口，有些喘不上气。你滚滚出我家！我想，我今天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不至于会一直赖着阿洛吧？我的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彻底被纪念的话刺激的没有办法稳定情绪。抄起餐桌上水果刀，直接指着纪念说道：现在滚出我家！纪念被我的反应吓得站起身，一步步谨慎地往门口挪动。就在这时，齐洛突然折返回来，一进门看到我用刀指着纪念，直接冲向我。他抓着我的手腕夺过了那把刀，然后将我推倒在地。我的脑袋磕在了茶几角上，瞬间流了好多血。我捂着脑袋，有些晕乎乎地看着齐洛。
只见他满脸紧张地抓着纪念的手，上下打量：“你没事吧？他有没有伤到你？”纪念摇了摇头，装作惊吓过度的样子，靠在他怀里。“幸好你及时回来了，不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是想要支开你来找江青青解释一下，我不想让他为难你、误会你。可我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纪念呐了一声，齐洛才看到我的额角磕破，流了好多血。他作势要过来看我的伤势，可纪念突然弯着身体，一直在喊痛。阿洛，我突然肚子疼，好疼啊！我的眼睛里渗了血，视线有些模糊，看着齐洛皱着眉头，犹豫了一下，便拨通了一个电话，随即抱起纪念看了我一眼。青青，纪念肚子很疼，我先送她去医院，你稍等一会儿。我打了电话，让我的助理来送你去医院。说完，丢下这一句话，便匆忙离开了。我的眼泪混着血落在了地板上，哭着哭着，忍不住笑了起来，身体微微颤抖着。随后找了一块毛巾，用冷水清洗了一下伤口，独自打车去了医院。在这一刻，我的心彻底死了。曾经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承诺，如今成了我最大的失望。我给齐洛发去了一条短信，拭去了脸上残留的眼泪，看着街上匆忙而过的一切。齐洛，我们离婚吧。发过去的信息久久没有回复。我的额头缝了3针，熙熙攘攘的街头，我竟然无处可去。我重新回到了和齐洛住的房子里，将自己的行李简单收拾好以后，直接预订了1周的酒店。毕竟重新找房子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在我离开后的第3天，齐洛的电话才打了过来。我听着对方气急败坏的声音，像是我在无理取闹，惹他烦恼。你在哪儿？齐洛，离婚协议书你看了吗？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麻烦你签字吧。齐洛压抑着怒气，冷静了下来，才开口。这样，你先回来，有什么事我们当面聊。你不能太任性，因为这点小事就要闹离婚。你现在人在哪里？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明天回去。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件小事，对于我来说，不是。第2天，我回到家，齐洛就在客厅等着我。这是他第一次为了我专程请假。见我进门，齐洛直接站起身，眼里满是惊喜。青青，你去哪儿了？我回来以后发现你不见了，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我冷眼看着他，一时分不清他眼里的紧张是真是假。我回来是跟你谈离婚的事情，对于协议内容，你有什么问题吗？齐洛皱着眉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些许不耐烦。你如果不同意纪念生这个孩子，我可以不要，我们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青青，你知道的，我爱你，你也爱我，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谈谈呢？我如今才发现，我和齐洛的观念不在同一条维度上。我的老公和别的女人上床，还有了孩子，在这和我说爱我，真的是讽刺。我低着头，一言不发，脑海里思索如何让他能感受到我的痛苦。可我思来想去，感觉说什么也是无用的。你放不下纪念，甚至跟他有了孩子。其实，你起初注意到我，不过是因为我像他而已。什么喝醉酒意外，这都是借口。我的声音哽咽着，眼泪再次不争气地掉落。我拿着一份离婚协议书摆在他面前，一字一句像是给我自己的鼓励。协议内容你看下，就赶紧签字吧，然后我们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从今以后，你终于不用再面对我这个替身，我也不再打扰你们了。此时的齐洛还没意识到我要离婚的决心，他一把抱着我的身体，声音里带着慌张失措。对不起，青青，是我错了，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一次？他似乎觉得一定能拿捏我，认为道个歉就能哄好我。
离婚协议书也只是我吓唬他的工具而已。我推开他，很坚定地再次和他说道：我不可能原谅一个出轨的男人，我嫌脏。齐洛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和他赌气，有些气急败坏地将离婚协议扔在地上。江青青，你闹够了没有？我都说了，我和纪念只是一次意外，还有替身这种话，我朋友瞎说着玩，你怎么就当真了？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我的心狠狠地被践踏，窒息般的疼痛堵在心口。我打了齐洛一巴掌，手心火辣辣的疼。齐洛，这种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我好像从今天才开始认识你，选择离婚，我一点也不后悔。齐洛没想到我会打他，忍着怒气扬起手，顿在半空中，然后垂落。好，这可是你说的。江青青，和我离了婚你什么也不是，你有心脏病，不能生育，还有严重的抑郁症。除了我，你看有哪个男人愿意要你？我被齐洛气得心跳加速，眼泪不止地往外流。我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呼吸。齐洛赌气一般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丢给了我。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讽刺我：给你，江青青，签了字，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你可别后悔。我不会后悔。拿着离婚协议，我踉跄地出了门，一个人在马路上走着。可就在我招手打出租车的时候，终是撑不住晕了过去。在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医院里。我问给我挂盐水的护士是谁送我来的医院，护士只说是一个年轻男人。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明的男人来到我的窗前。谢谢你送我来医院。这个男人长得很英俊，狭长有神的眉眼，看起来很像商界精英的模样。他看了一眼时间，然后将一张名片递给我。你该给你的家人打个电话，这是我的名片，垫付的医疗费还请你能还我。我有点急事，先走了。还没等我开口，这个男人便急忙离开了。我看了一眼他的名片，名字叫傅嫣涵，永城第6医院精神科外聘专家。原来和齐洛在同一家医院，并且还是同一个科室。我的病情稳定以后，没2天便出了院。我去租了一套自己喜欢的房子。这天，我趁着齐洛不在家，打算将剩下的行李收拾好，搬到新租的房子里。可就在我进门的那一刻，纪念从厨房走了出来。他被吓了一跳，正在原地看着我。你怎么来了？那语气中满满的失落。我瞥了他一眼，没有和他说话，直奔卧室，开始一点点收拾东西。谁知纪念跟着我来到卧室，像个女主人一样。江青青，谢谢你离开齐洛，虽然你分走了他一半的财产，但我不会在意这些，我们重归于好才是最重要的。我低着头，一言不发，一直在收拾东西。纪念一路跟着我从主卧到客厅，看不到我任何反应，他有些急了。你知道齐洛为什么当心理医生吗？是因为我在高中那会儿，我患了抑郁症，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他说他未来会当心理医生来治好我，可我后来被父母送去了国外，才让你有了可乘之机。我握着箱子的手微微发抖着，装作镇定地回头看了他一眼。说完了吗？那我告诉你，昨天齐洛给我发了短信，求我不要和他离婚。他说他现在喜欢我，可我不稀罕。我将钥匙丢给纪念，你稀罕你留着慢慢享用吧。人渣配人渣，绝配。在我离开后没多久，齐洛便打来了电话，有些生气地质问我：江青青，你和纪念说什么了？他肚子疼，现在在医院做检查。我没想到你是这么狠毒的女人，竟然会来伤害一个孕妇。明天有时间的话，我们把离婚手续办了吧。江青青，我在跟你说纪念的事情，不好意思，不相干的人
我一点也不想说，除了离婚这件事，我和你说话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说完这句话，我直接挂掉了电话。如今，齐洛依然嘴硬，纪念一声肚子疼，二话不说就来质问我，而我即使在他面前再难受，他都没有任何反应。第二天，齐洛如约来到民政局门口，我一言不发地准备进去，却被齐洛扯着胳膊：“江青青，你闹够了没有？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能不能再聊聊？”不好意思，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离婚协议双方都已经签好了，不离婚的话，你的孩子就是野种。你确定这个时候还要再考虑离不离这件事吗？齐洛抿着嘴，皱着眉看着我：“江青青，你变了，说话越来越过分。我以为你是一个知书达理、温柔娴静的女人，离婚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没理会他，直接走进了民政局，却迎面遇到了那天救我的那个男人，旁边还站着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傅医生。齐洛很惊讶地看着我们面前的这个男人，只见傅嫣寒点了点头表示，然后看了我一眼便离开了。我和齐洛去办理离婚，接下来就等1个月冷静期。齐洛被一通电话叫走了，我猜应该是纪念。在我准备打车回去的时候，一辆黑色汽车停在我面前，透过落下来的车窗，我再次看到了这个男人。他摘下墨镜，示意我上车。我一时疑惑，摇摇头表示拒绝。这位女士，你欠我的钱还没给我，你先上车。我猛然想起之前晕倒住院的钱，都是傅嫣寒垫付的，瞬间闹了个大红脸，坐上了副驾驶。不好意思，我这就把钱给你。不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前妻出轨，不愿意离婚，等到了30天冷静期，他不同意，我可能需要打官司，所以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其实我也有同样的顾虑，如果到时候齐洛反悔，会很麻烦。傅嫣寒提出的这个忙，我也需要。好，我答应你。很巧，我前夫也出轨，我和你有同样的顾虑，我们互相帮助。我很快和傅嫣寒达成了共识，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便直接把钱转给了他。没过多久，傅嫣寒邀请我参加一场聚会，让我穿得隆重一些。我没想到会遇到齐洛。在我挽着傅嫣寒的胳膊出现在现场时，齐洛的视线一直跟着我。中途，我来到走廊，想透透气，却没想到齐洛也随后跟着出来了。他一把将我拉到角落，脸上满是怒气：“江青青，你是故意气我的是吗？你怎么和傅嫣寒认识的？你不知道他刚离婚了吗？”齐洛，这是我的私事，跟你没关系吧？怎么没关系？我们还没有领离婚证，现在我们还是合法的夫妻关系。我被齐洛的话气笑了。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句话的？我跟别的男人走在一起，你就想起我们是合法夫妻了？那你跟纪念有了孩子的时候，怎么没想起你是个有家庭的人？齐洛捏着我的胳膊，力气越来越大。这不是一回事，是不是傅嫣寒主动找你的？我跟他有过节，在工作上他处处压我一头，如今找你肯定是为了刺激我、羞辱我。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富有磁性的声音：“齐主任，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在我眼里，你什么也不是。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女人来对付你，我觉得很不值。”傅嫣寒说完这话，我和齐洛直接愣在了原地。我被傅嫣寒一只手搂过，抱进怀里，闻到了他身上独有的香薰味道。傅嫣寒，你别太过分，我和青青还是夫妻关系，你搂着我的老婆，你不觉得很过分吗？说着，齐洛便拉着我的胳膊，用力向他那边扯。我的手腕被扯得生疼，
我直接甩开齐洛的手，一字一句地说着：“齐洛，我们马上就要办手续了，我找不找男朋友好像跟你没关系了吧？”齐洛眼神中透露着慌乱，他握着我的手，言语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青青，我后悔了，我并没有打算要跟你离婚，我只是想这1个月的时间，我想办法补偿你。他顿了顿，又急着跟我表态，我想和你回到以前。我昨天已经和纪念说清楚了，我会让他把孩子打掉，我们重新开始吧，好吗？齐洛，我和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已经结束了，而且你也看到了，我有了男朋友，我不是那种和前任纠缠不清的人。青青，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如果你觉得纪念冒犯了你，我可以带他来跟你道歉，我并没有让他私下里去找你，那都是他自作主张。齐洛还没说完话，傅嫣寒便将我的耳朵捂住了，还是别听这种人说话了，太吵耳朵，对你的病情恢复不利。说着便要带我离开这里。齐洛直接挡在我们面前，瞪着傅嫣寒：“齐主任，你如果还想保住工作的话，就请让开。”傅嫣寒的语气冰冷如冬日，让人不禁打了个寒战。最终齐洛落寞地离开了。傅嫣寒将我送回了家，临走前送了我一颗猫形吊坠。抑郁症患者接触一点小动物会对病情有帮助，改天我带你去领养一只小宠物。我正在原地，机械似地点了点头。傅嫣寒这个人心机太深沉，他表现的举止言行不出格，又让人忍不住多想。这样的人，我决定还是等离婚以后彻底远离比较好。当天夜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却被一阵急促的铃声吵醒。我看了一眼，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直接挂断了。可没想到，这个电话锲而不舍地连续打了2次，于是便接了起来，有些生气地问对方是谁。江青青，这下你满意了吧？今天齐洛一回来就要跟我分手，还要让我把孩子打掉，是不是都是你怂恿蛊惑的？我早就看出来，你的温柔体贴都是装的，就是骗男人的手段而已。大半夜的，我被纪念的电话吵醒，无缘无故又遭来一顿骂。纪念，我不知道你和齐洛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跟我没关系，麻烦你不要打扰我睡觉。拜拜。不行，你不能挂电话。你今天如果不说清楚，我就带着孩子去跳楼。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你逼死了我和孩子。我被纪念的一番话彻底惹火了，心里一阵烦躁。纪念，你有问题去找齐洛，跟我有什么关系？爱跳不跳？说罢，我直接挂掉了电话。纪念这样的人，为了跟齐洛在一起，不惜为他怀孩子。如今齐洛要跟他分手，他怎么可能舍得伤害孩子和他自己？1个月冷静期很快便到了。这天，我和傅嫣寒2人同时出现在了民政局门口。傅嫣寒的妻子很早便到了，她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傲慢无礼，转身走进了民政局。傅嫣寒叮嘱我，如果办完了手续，他会在这里等着我。我点了点头，看着他跟着走进去后，我继续等着齐洛的出现。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齐洛才出现。他一副颓丧的模样，着装有些邋里邋遢的，面色发黄，黑眼圈很重，好像是失眠了一段时间的状态。青青，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离婚？我瞥了他一眼，看着他这副模样，只觉得烦躁。你来迟了，希望你遵守约定，不要让我恨你。在我准备转身的时候，齐洛拉着我的胳膊，青青，纪念肚子里的孩子肯定会打掉的，我们重新开始吧。这次我不会犹豫。从你离开我以后，我才幡然醒悟，我最爱的是你。对于纪念，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这些话
这段日子以来，听齐洛说了很多次，可他这么肯定地说纪念的孩子会打掉，让我有些疑惑。明明昨晚打电话的时候，纪念根本不愿意打掉这个孩子的。齐洛，不论孩子在不在，我都会跟你离婚。我们的问题从来不在这个孩子身上，即使我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只希望你遵守约定，把手续办了。不行，青青，你听我说，纪念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畸形儿，根本不会生出来的，肯定会被打掉的。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情，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会对你很好，不会再和纪念有任何联系的。我正在原地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齐洛，转身甩了他一个巴掌。齐洛，直到现在，我看清楚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跟我求复合，不过是因为纪念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不了，权衡利弊的情况下选择了我。齐洛摇摇头，依旧嘴硬地求着我：不是的，不是这样的，青青，你不能这么想我。当初你病得那么严重，是我一点点将你拉出深渊，是我治好了你的抑郁症。如今，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你就要跟我离婚，这对我不公平。我被气得心脏有些疼，紧紧抓着手里的证件。齐洛，你让我看不起你，我手中有你出轨的证据，即使你今天不同意离婚，那我也会跟你打官司，直到离婚为止。如果你不想我们之间闹得太难看，那就遵守你的约定。齐洛似乎认清了现实，周身就像被泄了力气一样，低着脑袋不吭声。在我走到办理手续的柜台前，齐洛也跟着进来了。离婚手续办理得很快，在签完名字的那一刻，我的心里莫名的轻松了很多。这个时候，傅嫣涵已经办好了手续，她在门口皱着眉看着我和齐洛，明显感受到我们之间不愉快的氛围。齐洛哭了，可我没有任何感觉。走吧，带你去一个地方。此时的我被齐洛影响，心情很糟糕。我想我的脸色看起来一定很难看。我没有问傅嫣涵要去哪里，脑海里只想着离开这里，去哪儿都行，即使这个男人看起来不怀好意。傅嫣涵带着我来到了一家猫咖，这里有很多品种的猫咪。人在面对可爱的小动物，总会忍不住捏捏抱抱，我也不例外。在猫咖我待了2个多小时，而傅嫣涵就在一旁等着我，直到我的心情变好了一些。这段时间，谢谢你的帮忙，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可以来找我。傅嫣涵在送我回来后，并没有立刻离开。相处的时间久了，我和他之间莫名有了一丝牵扯。我抱着买来的布偶猫，目送着傅嫣涵的车离开，却在黑暗的一处角落发现了齐洛的身影。他一步步地向我走近，表情有些狰狞。江青青，你迫不及待地跟我离婚，是不是因为傅嫣涵？就因为他职位比我高，家世比我好，处处压我一头，你就移情别恋了是吗？我慢慢地后退了2步，感觉到齐洛如今的状态有些不对。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租的房子并没有告诉任何人。齐洛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从民政局离开，我一路跟着你和傅嫣涵。和我离婚你一定很开心吧？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难过，你却和他这么开心？说着便疾步走到我面前，他抓着我的肩膀，情绪有些激动。江青青，你这么绝情，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爱过我？为什么我求了你这么多次，都没有让你心软？傅嫣涵她有什么好，让你非要跟我离婚？我挣扎着挣脱齐洛的桎梏，气得打了他一巴掌，试图让他情绪稳定下来。齐洛，我们之间的问题和傅嫣涵没有关系。我倒想问问你，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替身，你有爱过我吗？如今我们已经离婚了，这些问题毫无意义，我也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
不想和我有瓜葛。江青青，你怎么这么狠心？齐洛的表情越来越狰狞，直接一把抓着我的手臂，将我拉到一处阴暗角落。既然你这么狠心，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我被他癫狂的样子吓得大叫了一声，随即便被他捂住了嘴，无法发出声音。惊吓之余，黑暗中我听到了齐洛闷哼一声，桎梏我的那只手也松开了。傅嫣寒打着手电筒站在不远处，居高临下的踩着齐洛的胸口。报警！不要，不要报警！我求求你，我只是一时冲动，再也不敢了。我看着齐洛这副样子，对他以往的好彻底破碎。我闭上了眼睛，不再看他。最终我没有选择报警，让齐洛离开了。我问傅嫣寒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从车上抱下来一袋猫粮，忘记给你猫粮了，不然猫咪会饿着的。我抱着猫咪冲着他笑了。过了好几个月，齐洛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我的房子装修好住进去，齐洛也没有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他真的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而我和傅嫣寒之间也再也没有了联系。我的病情很稳定，特别是养了一只猫咪以后，没有再出现任何状况。在搬到新家的第2天，在楼道里再次遇到了傅嫣寒。我没想到我会和他成为邻居，缘分就是这么奇妙。这天，我和傅嫣寒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在不远处，有几个小朋友将空的矿泉水瓶扔到了一个蹲坐在地上吃垃圾的男人身上。我以为我看错了，仔细看了一下，没想到是齐洛。如今的他变得痴傻，整个人呆呆的。他将手上腐烂爬满蝇虫的食物疯狂地塞进嘴里，一边吃着一边傻笑。即使旁边的孩子笑他傻，他也没有反应，只知道傻笑。我诧异地看了一眼傅嫣寒，他在半年前就辞职了，是他家人打电话来说的，是因为纪念不同意打掉那个畸形的孩子。在和齐洛争执期间，不小心用烟灰缸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直接将人打成了傻子。我没想到齐洛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感叹人生总会有一些难以言喻的辛酸和无奈，还有意外。就在这时，一位老太太慌慌张张地找到了齐洛，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拉着他一直往前走，时不时还会在他的脑袋上打2巴掌。这时齐洛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傻笑了一下，消失在了人群中。傅嫣寒抱着我的肩膀，无言的安慰和温柔。余生很长，愿得一人，安稳一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